第231章，萧炎的第一种本源异火，青莲地心火。宽敞的山洞之中，药老悬浮在半空上，凝望着下方那青色火焰光照，手指轻轻地弹动着。半晌后，眉头微皱，低声道：“时间怎么会用得这么久？难道出问题了？”再次等待了片刻，瞧得青色火焰光照依然没有散去的势头，药老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沉吟了一会，便欲动手强行击破青色光照。就在药老即将动手之时，那一直陷入安静之中的青色光照表面上，一波波能量涟漪忽然急速地浮现，紧接着一股雄浑的气息猛地自火焰光照内扩散而出。察觉到这股气息，药老微微一怔，略微有些愕然的道：“这股气息怎么忽然变强了这么多？”炼化异火虽然能够提升战斗力，不过可却不具备提升等级的功能啊。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药老轻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虽然有些奇怪，不过还好，炼化异火应该成功了吧？”轻笑了笑，药老将目光再度投向那表面泛起阵阵涟漪的青色火焰光照，双手插在袖间，安静地等待着。光照之上，随着能量涟漪波动的速度越来越剧烈，到的最后，一丝丝裂缝忽然出现在浑圆的光照之上，裂缝缓缓蔓延开来，最后将整个光照都是密布在了其中，一眼看去便是犹如那布满裂纹的青色鸡蛋一般。咔嚓，清脆的声响悄悄地在山洞之内回荡着。青色光照之上，一小块能量片悄然掉落而下，落在一块石头之上，其上所携带的炽热高温立刻将石头融化出了一个小坑。咔咔，当第一块能量碎片掉落之后，青色能量光照猛地剧烈颤抖了起来，颤抖持续了片刻时间，在某一刻，青色光照轰然一声爆裂了开来。随着这道巨大的爆炸声响，无数细小的能量碎片四面八方的被爆射而出，顿时便是在周围山壁之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细小溶洞。悬浮在半空之上，药老微眯着老眼，凡是对着他这边溅射而来的能量碎片，在到达其周身半尺之时，都是凭空化成了一缕青烟，没有给他造成任何伤害。山洞之内爆射的能量碎片足足持续了好半晌时间，方才逐渐的完全消散。随着爆射的能量碎片的湮灭，淡淡的青芒自碎片爆射处缓缓升起，一尊完美的青色莲座逐渐升腾而起，最后与悬浮的药老相平齐着。青色莲座之上，全身赤裸的少年盘膝而坐，微闭的眼眸微微颤动，片刻后缓缓睁了开来。漆黑如墨的眸子之中，淡淡的青色火焰缭绕着，半晌之后忽然暴涌而上，竟然是将整个眸子都遮掩了下来。一时间，萧炎的瞳孔竟然是变成了青色，看上去隐隐有股妖异的感觉。眼瞳之中的青色火焰并未持续多久，便是逐渐的消退，待得青火完全褪去之后，眸子再度回归了漆黑之色，只不过现在的这对眸子较之先前似乎显得更加明亮了许多。显然经过青莲地心火的煅烧，萧炎的眼睛似乎得到了许些并不为人知的隐秘好处。睁开眼来，萧炎微微扭动了下脖子，顿时骨头碰撞间发出了一阵极为流畅的噼里啪啦声响。听着这阵清脆的响声，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满脸的舒畅与陶醉。低下头，萧炎瞧得那身白皙的皮肤，脸庞上不由得浮现许些无奈。好不容易弄出来的健康肌肤，现在竟然又是变了回去。小家伙，在我面前裸奔很有趣是吧？望着那不断打量着身体各处变化的萧炎，药老翻了翻白眼，戏谑地笑道：“啊，被药老一提醒，萧炎这才赶紧回过神来，瞧得自己那光溜溜的身子，讪讪地笑了笑，赶忙从那戒中取出一套衣衫，手忙脚乱地套了上去。我看你似乎变了很多呀。”整个人感觉焕然一新一般。围着萧炎盘旋了两转，药老望着他那没有丝毫伤疤的身体，不由得有些诧异的道：“你的伤全好了？”将衣物穿好，萧炎站立在青莲座上，拳头紧握，虎虎生风地打出了一阵拳，笑道：“非常棒的感觉，以前从未有过。全力爆发一下气息，让我感受一下，你现在是到了几星？”药老沉吟道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身体紧绷着，瞬间之后，
一股较之以前强了几倍不止的气息猛然从其体内暴涌而出。咦，微眯着眼眸感受着萧炎所爆发出来的这股气息，药老略微有些惊异地挑了挑眉头，惊疑的道：奇怪，看你这股气息似乎本身实力起码应该达到了4星斗师的级别啊。你做了什么？4星斗师？听得药老此话，萧炎也是微微一愣，旋即一抹喜意涌上脸庞。没想到这炼化异火竟然还有这般好处，若是以他的修炼速度，想要从2星斗师到达4星斗师，至少也需要3-4个月时间吧。可如今这青莲地心火却是给了他一个额外的惊喜。兴奋地搓了搓手，萧炎咧嘴一笑，然后将先前自己的昏迷以及青莲地心火的一些举动详细地说了出来。啧，原来如此，真是个幸运的家伙。听完萧炎的所说，药老满脸错愕，好半晌后方才发出啧的惊叹声音。这种好事可绝对不多见，不提那青莲地心火修补身体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，就是那傻家伙自己跑去那灵芝旁晃悠，便是让得药老为萧炎的好运感到叹息。这本来算是炼化尾部最为重要以及艰难的一环，却竟然没有给萧炎带来任何危险性，仅仅只是因为用心神的蛮横撞击，而使得脑袋剧痛了一下之后，便是没有付出其他任何代价。这种付出与收获的极其不平衡的比例，才是药老感到最哭笑不得的地方。想当初，为了将古灵冷火驱赶进入那灵之中，他不知道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若不是最后的一丝侥幸，恐怕他也将会在这最后一步被异火搞得灰飞烟灭。这不是炼化异火自动提升的等级吗？瞧得药老那惊叹的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模样。萧炎烧了烧头，愕然的道：做梦呢？白了萧炎一眼，药老瞧得他那副无辜的神色，只得在心中暗叹了一声人比人气死人，撇嘴道：炼化异火所带来的好处是一种长久性并且隐性的，在日后的岁月中，随着对他们的掌控越加熟练，所得到的好处便越大。也就是说，在刚刚炼化的那段时间内，实力并不会因为吞噬异火而出现什么暴涨的灵异事情，所以在短时间之内，异火并不会直接为你的实力带来增幅。而类似你这种情况，应该算是极度好运的情况吧。不过可惜啊，若你现在的实力是斗灵或者斗王，再猛飙几星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赚了。嘿嘿，足够了，飙到这地步已经很满意了。若是再高的话，我的身体会不适应那种强度，毕竟不是自己一步步走上去的，那台阶不太稳，指不定哪天会忽然掉了下去，那种差落实在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。萧炎笑道，脸庞上的满足并非是佯装而出。嘿，小家伙竟然还知道适可而止，不错呀。闻言，药老眉一挑，略微诧异的笑道，显然他对萧炎的这番话也是颇感意外，毕竟大幅度提升实力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实话而已。耸了耸肩，萧炎微笑道，呵呵，好了，试试你的本源火种吧，这是你的第一个异火。笑着点了点头，药老也是有些好奇的道，闻言，萧炎脸庞上也是涌上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与新奇，搓了搓手，右手缓缓探出，然后眼眸逐渐闭上，心神在体内急速闪掠，将一道命令发送了出去。随着命令传出，身体内部在同一时间便是有了反应。只见那斗气气旋中央位置，灰色的小光点微微一颤，略微沉寂了瞬间之后，一缕青色火焰猛地暴涌而出。青色火焰穿梭过气旋，然后顺着体内的经脉飞速流淌，眨眼时间后进入到了手臂的经脉之中。山洞内部微闭着眼眸的萧炎忽然猛地睁开双眼，淡青色的火焰再度从眼眸中闪掠而过，拳头猛然摊开，掌心朝上，脸庞上涌现一抹激动，轻喝道，青莲地心火现。随着萧炎的喝声落下，右掌微微一颤，紧接着汹涌的青色火焰瞬间腾烧而出，然后飞快地将手掌包裹其中。山洞之中，少年站立在悬空的青莲之上，微微摊开的手掌升腾着妖异的青色火焰，这一幕隐隐有着一股震撼的视觉感觉。眼睛紧紧地盯着手掌之上的青色火焰，萧炎嘴角浮现一抹浅浅的弧度，片刻之后，
弧度逐渐的扩大，轻笑从喉咙间传出。再过的一会，轻笑声终于是转化成了那彻彻底底的大声狂笑。哈哈，我萧炎也终于拥有一伙了！哈哈。